想清楚了吗？你松手了。你再给我5分钟，5分钟你要还坚持，我一定不拦着你。走，上装手。我妈联系不上我，我也给她发个信息。你发。你好好考虑清楚啊，别冲动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幸好我及时赶到。被你强奸了，我来报警算冲动吗？我说了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啊，你现在把账号发给我，我马上安排。我当什么了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真的是因为喜欢你。我想帮你，帮我？那我被你强奸了，我还得感激你，是不是？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我是，对，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跟你发生了关系，但是那是因为我喜欢你，可能你还没喜欢上我，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。我现在可以马上给你办理入职手续，啊，马上把你家的债给清了。你不想在家待？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个住的地方，你可以说你去北京了，怎么都行，只要你想得到，没有我办不到的。如果你去报警，把我抓了，你能换回来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得面对这个烂摊子？你们家是不是还在水深火热之中？而且你一个女孩子，这种事情传出去，你怎么做人啊？都别说什么去给人家傻儿子当媳妇了，谁会要你啊？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啊？让我来改变你的生活，甚至是改变你的人生？我真的喜欢你，冰清，真的。冰清，冰清，对不起，我没控制住自己，我冲动了。你真的真的太迷人了，我没法控制。对不起，我的做法不对，但是，冰清，你能不能把门打开？我们俩可不可以面对面的去聊一下？现在就去报警，要不然你就杀我别跑！哎，你听我说，别跑啊！我干嘛要杀你呢？不至于吧？是，好，你可以报警。你可以报警把我抓起来，但也不至于把我枪毙了呀，对不对？那你除了解解气之外，你还能换回什么？冰清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补偿你，好吗？你们家欠多少钱？100万是吗？我来帮你还。冰清，你要这么去想一想。啊，你们家之后不用再东拼西凑了，啊，你也不用再替任何人还债了，对吧？你挣的每一分钱都属于你自己，你可以为自己光明正大的活着。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不用离开这个家，你可以为自己活，这难道这种日子你没有想过吗？好，我给你指这条路可能不太光明，但是它宽呐，对吧？说你哥办了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当初跟他借钱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每个月还他2000，这才多久，他就变卦了，你想问我要3万块钱，我上哪给他弄这么多钱去？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人家这不是孩子要结婚吗？他们家也不富裕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咱们就想想办法呗。我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他们孩子结婚
就得把咱俩往死里逼呀，哪有这个道理的呀？青青啊，说话小点声。哎呦，烦死了！老夏，你看啊，咱们有难的时候人家帮过咱，现在人家有难了，咱不能装着看不见听不见，不是吗？哎呀，情况不一样好吗？咱是有难，他可是结婚呢。哎，哎，你听听你哥你嫂子说那话啊，就好像我们有钱故意不还他们一样，这是人话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谁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哥啊？我哥再怎么样也比你姐强，你出这么大事，你姐出过1分钱没有啊？你姐跟咱们怎么说的啊？1分钱都没有，对吧？结果呢？没过几天就给他儿子换一台新车，他说他没钱，你信吗？你姐要是愿意帮咱们用得着问我哥借钱吗？再说我哥是什么人呀？普通工人，他能有多少钱？我哥不给咱们借钱，那是理所应当，他没钱。你姐呢？你姐不给你借钱是为什么？你自己不想想，你还骂我哥，你有脸吗你？青青啊，睡醒了别忘吃饭啊！妈妈把饭做好了，就在厨房放着呢，起来热一下。不吃饭可不行啊，2天没吃东西了。那我们上班去了啊。别动车啊，等着。这是哪儿啊？职工宿舍。走。
进来。这是卫生间。你这个房子啊，所有的家具、床品、地毯、这个冰箱、洗衣机都是新的。你包括这个厨房做饭的这些家务事啊，都是一应俱全了。啊，这生活必需品啊，反正我能想到的都想到了。哎。这个房子可贵之处就是因为有这个露台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闹中取静，挺好。你看像这个花花草草啊，还有这外边的这些绿植，都是租摆公司今天早上刚刚布置好的。哎，你就平时浇浇水就行了，死了没事，咱们随时有人过来给你换。啊，那个。哎，这个梳妆镜啊，昨天下午跑了2家家具公司，才给你选到的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哎，反正这2年公司的事全放下了，哎，我就光忙活你这个房子了。满意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肖总，哎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2天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就没去公司了。哎，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的，哎，晚上见，拜拜。哎，立新，来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入职合同的事情。是这样啊，你的月薪呢是15000，一年是18万。啊，因为你们家有困难，所以公司啊一次性预支你6年的薪水，就是108万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因为你一个小姑娘刚入职是吧？你就突然拿回家这么大一笔钱，你爸妈肯定起疑心。啊，其实这个钱呢是我个人出的，这跟公司没有关系。啊，你也不用来上班。那说白了，这个合同就是拿给你爸妈看的。啊，这样听起来呢，入情入理。那所以咱们就得把这一切都想得严谨。当然，你的这个生活费啊，我是另外支付的。啊，哎，我呢也没法再陪你了，因为这2天公司堆了太多的事情，都需要我来处理。这个是钥匙，你好好的，有任何问题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冰清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真的对不起。这些全都是他跟你说的。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我对这把刀有印象。照这么说，这把刀预示着他接受了当下的一切。夏冰清有没有留下被强奸的证据？不知道，我问过，他没回答我。他有没有告诉你那个人是谁？没有。他经常用“他”那个人、渣男、混蛋、狗屎、垃圾来代替那个人的名字。夏冰清怎么会跟你说这么私密的事情？
一是因为我也不会坏他的事儿吧，二是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人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喝酒了，一旦找到了李想的耳朵，就拼命的往里灌声音。他太需要倾诉了，我可能是他唯一的听众。你说你第一次见夏冰清那晚，他一边呕吐一边喊痛快，这2个字他后来还喊过吗？痛快是他的口头禅，他经常说，尤其是在喝醉之后。你对他喊的这2个字是怎么理解的？我认为痛快有2层含义，第一层是指喝酒，第2层是指现实生活。喝酒痛快吗？痛是真的，快只能在喝多之后才会浮现一丢丢。现实生活痛快吗？我认为他说的是反义词。说的我口干了，我能去煮杯咖啡吗？去。我也去学习学习。你这儿不像个公司，倒像个酒吧。是，这原来就是个酒吧，后来关门了。我看这装修还可以，如果做一个广告公司，还显得挺有性格，省一点是一点。在温超的讲述中，夏冰清前几次进来都是靠在椅子上，而不是躺，说明这张躺椅是他后来专门为他买的。夏冰清啊，夏冰清，为什么别人给你一张躺椅，你就说出自己的全部秘密？这是达利的风格。穆达夫说达利是个顽皮的孩子，喜欢做出格的事情，并狂热地渴望他做的事情能引起别人注意。难道温超也有达利那样的人格特质吗？上个月15号下午，你在不在公司上班？不在。确定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公司上班。那天你看见夏冰清从你公司门前走吗？没看见。我不可能无时无刻盯着门前。他每次出门是个秘密。好几次我看见他在等车，朝他挥挥手，让他把脸扭过去。他不愿意我看见他等车，生怕我知道来接他的人是谁。那个来接他的人你见过吗？没看见过，他从来不下车。你觉得他是真的怨恨那个人，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还专门问过他。为什么每次都气鼓鼓的回来，第2天还屁颠屁颠的去找那个你恨的人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问。你知道鼹鼠吗？它们长期生活在地穴里，视力完全退化，一旦见光，中枢神经紊乱，器官衰竭，不久就死了。我听过，我知道。我就是一只鼹鼠，就是见光死，
除了他，我不敢见任何人。我的父母、同学、朋友全都以为我在北京工作了。我只能在节假日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。我跟那个人的关系也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每次见面都像特务接头，生怕被谁当场抓获。一面恨他，又只能见他，见面就吵，分开又想。面对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我的敌人；可面对全世界，他又是我的伴侣。我进也不能进，退也不能退，我就像掉在一个大坑里，怎么样也爬不出来。但我又不甘心如此。其实我很想给他一些建议，但又怕引起他的警觉，担心他关闭我这条唯一的情感宣泄渠道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想在你身边做一个没长嘴巴的耳朵。我现在需要你张嘴巴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。还能怎么办？一刀两断呗。之前吃了亏你就咽了吧，你不能让这事儿折磨你一辈子啊！怎么断？你说我怎么断？我现在已经被伤得走不动了，就像被踩烂了半截的蚂蚁，我只能在原地挣扎。跟他结婚我也努力过，可主动权根本不在我这儿。他只是在需要我的时候分泌一点点感情，不需要的时候我连一丝气味都闻不到。他只索取我的一部分，却霸占着我的全部。你得有勇气把缸砸破，你自己才不会被淹死啊！那你帮我策划策划，我怎么把缸砸破？你让我付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我这儿就一广告公司，我只会策划产品。我觉得特别逗，从小就有人教我们与人为善、和气生财、为人民服务。没有一个人教给我怎么样处理感情。我在恋爱里面得分是0分。我连0分都不算，我得算负分。有没有第3种选择？我不跟他结婚，但还能保持现有关系。那要看你心脏够不够大。那我保持现有关系，但找另外的人结婚呢？你这叫版本升级，你心脏得是钢做的才行。你相信情感是专一的吗？这件事我没有发言权。是不是我太矫情了？现如今什么样的情感关系没有啊？存在即是合理的，不是吗？是什么呀？是，我听明白了。你愿意找1000个理由来安慰自己，也不愿意离开他。你这是一种病啊，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受虐者对施虐者产生了依赖。说的你自己跟个专家似的，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是负分吗？我虽然没谈过什么恋爱，但是我看过很多书啊。我可以给你推荐几本，兴许对你有启发。那你把书名发给我看看。看给你推荐什么呢？你推荐的书我都看完了，有收获吗？一本都帮不了我。送你了。一点感想都没有。有。说说。第一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
3个男主人公全都把女人当玩物，然后就厌倦了，然后就抛弃了。第二，女人可千万别痴情，否则就会上当受骗。雷纳尔夫人、安娜，包括艾玛，没有一个不被男人骗的。最重要的是第3点，女人可千万不能当小三儿，否则就会死得很惨。这不收获挺多吗？还说没有帮助？你让我看这几本书，是不是想讽刺我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想善意的提醒你，别对男人抱有幻想。我早就不对男人抱有幻想。这地儿还挺怪的，这酒吧不像酒吧，公司不像公司的。哎，你说对喽，这个我来之前呢，这就是个酒吧，倒闭了，房东找下家呢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便宜租给了我。只要碰着开酒吧的，我还得给人腾地方。走来。这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呢？见过。在什么地方见的？夏冰清我见。穿这么艳，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？我想去会会沈小莹，能不能开车送我？我合适吗？我就是你的热心听众。我雇你，可以吗？收了钱了，我就不是热心听众了，我就是你的专车司机。你等会儿，我把东西放下。马上啊！你先上车。你付这钱都可以租一豪车，我这破车也配不上你。今天太关键，关键到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关键，所以我必须坐熟人开的车，心里才踏实。也许是为了方便逃跑吧。万一发生冲突呢？你要是害怕，就算了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就那拦车，你先到后边就行。他每天都会自己接送孩子。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？我想压他一头。你想压他，你就应该打扮得比他有朝气，而不是显得比他有贵气。人家是老板的正牌夫人，什么场面没见过呀？你这怎么压人家？你应该参考那个电影《情人》里面女主人公剪的那个扮相。哎，沈小莹看到了，也许心头会微微一颤。他来了。
美女，你都快站成一棵树了。夏冰清回到了车里，就一直沉着脸。然后你们就回来了？没。那你们去了哪儿？拉直。昨天刚烫的头发，今天就要拉直，怎么不喜欢？我说拉直就拉直。那您稍等，我去启动去。人又没惹你，火气那么大。哎，小心别伤着自己。闭嘴！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他没说，我也不敢问。夏冰清有没有跟你说他跟沈小莹的谈话记录？我们做完头发就回来了。我以为他会进屋里来和我聊聊天，结果没有。他说他家里的灯坏了，让我上去帮忙。就这个。哎，你别用手，会扎着的。我要是用手能拧下来，我叫你来干嘛呀？是不是得用个什么工具把这个灯罩给拧下来？你怎么弄的呀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回家一开灯就爆了。没伤着你吧？没有。真聪明，谈不上，谈不上。想知道我跟沈小莹的对话吗？那个是你们的秘密吧？我知道不合适吧？你必须听。听完我给你个项目，你好好听吧，我去换件衣服。这还给录下来了？我是夏冰清。我是夏冰清。你来找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老公的事，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。那我是第几个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呀。反正一个大餐桌是坐不下。要是让他们都有座位的话，那至少得有一间教室吧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？怪不得他总说他忙，原来是忙着翻牌子啊。那你干嘛不跟他离婚呢？我要是跟他离婚了，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？
他曾答应要跟我结婚，他也曾答应只爱我一个人。他把我强奸了。只有被认定了的强奸才叫强奸，否则都叫偷情。你不在乎他跟别人偷情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不在乎呀？每次我跟他要婚姻，他总说阻力在你这儿。尽管你们已经没有爱情了，但你还是缠着他不放。凡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都会推给别人做决定的。离婚，他舍得吗？我给他生了2个那么可爱的孩子，我每天像佣人一样伺候他，我还不管他和什么女人在一起。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你能做得到像我这样吗？做不到。但你没管住他，就是在支持他。我要是管住他了，还轮得着你勾着他脖子？我不管他，是因为我管也管不住呀。就像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，你跟他提再多的意见，也只能是讨恨。如果我告他强奸，你们最终还是会分手。你有他强奸你的证据吗？我如果没有证据，我拿什么底气来跟你谈判？首先，我不反对你告他，因为即便是你告他成功了，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甚至我的心理。但是，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清楚，你之所以比别人穿得珠光宝气，还不是因为他给你的钱吗？你把他告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？钱没了，名声毁了，你还不能再勾着他脖子撒娇了。我连命都不想要了，你觉得我怕吗？你不想要命，命早就没了。你之所以拿命来威胁，是因为你想要的更多呀。你来找我也不过就是想搏一搏。来之前你就知道，从我这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，弄不好还会撞上我的怒骂。弄好了，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。你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你不想跟他结婚。从你对他交什么女朋友的关心程度就能判断出来，他不是你能容忍的。一旦折腾到能结婚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背叛他，或者抛弃他。你不明白。你想折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，你更不明白，你不肯原谅他，本质上是不肯原谅你自己。因为他能强奸你，你肯定也是有责任的呀。当时你本来能逃脱，或者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你为了减轻自己失误的心理压力，会不断夸大对方的错误。我说的对吗？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坏。
他那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愿意嫁给他呢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跟他离100回了。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过是把这个男人换成那个男人，而那个男人跟你结婚以后，也注定会伤害你。与其不停的换人伤害，还不如就让这一个人来伤害。婚姻不破的秘诀是相互适应的人在相互适应，而不是靠别的什么来维持。你要是真聪明啊，你就不应该管他要婚姻，而是应该管他要钱。可他的钱不就是你的吗？反正他也会满世界撒钱的，撒给你嘛，总比撒给别人要好。至少你看着不让我那么讨厌。既然你对婚姻看得那么透彻，那就跟他离了呗。让我这种还抱有幻想的人再管他几年。我没问题啊，只要他愿意签字就行。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，能用钱追到的，一定不会用感情。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他的主意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对你的态度肯定会180度大转弯的。不信你就告诉他试试。我给你个忠告吧，也不能算是忠告，算是个提醒吧。你的优势呢是年轻、漂亮、有活力。但是你看你今天卷的这个头发，拎的这个包包，成熟的都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了。这些都不适合你的，还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当初，你要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老公面前，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。你真好心啊！你是在教一个女人如何勾引你老公吗？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怎么做是他的事。你现在就是在多管闲事。算我多嘴好吗？我不说了。我完全不是沈小莹的对手。她一直在笑着，每一个笑都那么刺眼。他才是真正懂爱情的人，跟他比，我们就是小学生。他说的话呀，句句戳心，说的我太阳穴都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听沈小莹的，放弃那个人就对了。重新开始。可是我做不到啊。他去把头发拉直，说明他认输了。起码在这场和沈小莹的交锋中，是的。夏冰清跟沈小莹说，他有那个人强奸他的证据，可前面你说他没有保留证据，他到底有没有证据？我不知道，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。我认为，
他在吓唬沈小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夏冰清根本没有证据，只是为了吓唬沈小莹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夏冰清说给你个项目，什么项目？那天，他递给我张银行卡，他说这里面的钱购买一辆中档轿车，只要我们公司能帮他策划让他和渣男结婚的方案。这个项目你接了吗？我没结过婚，但我见过结婚。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你得亲自来，怎么可能由别人策划？我想是他喝醉了，病急乱投医，我就把卡退给他了。他说他对我很失望。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实施？没有。你喜欢夏冰清吗？我喜欢和他聊天。你们之间有没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？如果我和他之间有亲密的身体接触，他会什么都跟我说吗？只有毫无利害关系的人才会什么都讲。你们公司现在还装着摄像头吗？在我和夏冰清无话不谈之后，他叫我拆了。夏冰清脱毛衣那晚的视频录像，你还保存着吗？夏冰清亲自删。夏冰清跟沈小莹的谈话录音，你有吗？这么私密的谈话，你觉得他会交给我吗？